现在要说话以太坊吗？以太坊 ETF 会在6月底就上市交易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贝莱德他已经更新了他的 S1 文件。那我们都知道，目前以太坊 ETF 还不能正式开始交易，缺的就是 S1 文件。那我们如果回顾过往的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比特币 ETF 在上市之前，也是重新提交了 S1 文件之后，才顺利通过并且上市的。那当现在 S1 文件又重新被提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期，在未来呢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很有可能以太坊 ETF 就会正式开始在美国交易。那也有另外的分析师呢，有谈到这个现象就表示 ETF 的发行商还有 SEC 正在为 ETF 的上市做准备。那我们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就是时间点。你可以发现，当 S1 文件被提交过后呢，我们非常有可能在6月底之前，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市交易。那 Eric 我们之前一直引述他的观点，那他当然也是在 ETF 方面，尤其是加密货币的 ETF 方面呢，很权威的一个 KOL。那当然他也是一个官方的人。他认为呢，我们很有可能会在7月4号之前。那其实我们可以综合上面的两个时间点呢，我们有可能在6月底到7月初这段时间之内，很有可能就会正式开始交易以太坊 ETF。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时间的话，其实大概也就是1个月不到的时间，所以中间间隔都会非常短。那如果说 ETF 开始交易过后呢，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涌入到以太坊里面，那以太坊是一定会有很显著的一波拉升的。那如果大家想看它的原文的话呢，可以到它的 Twitter 上面都有原文。那其实现在呢，以太坊对于比特币的汇率呢，也在急剧的拉升。在过去的2周里面呢，我们就疯狂拉升了。也就是，如果你持有的是以太坊呢，你可以比持有比特币要多出20几%的利润，就在过去的这2个礼拜里面。那其实我在从现在呢，然后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比特币的仓位比较多，至少从这轮牛市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的。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把比特币，或至少先从部分的比特币换成以太坊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来做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这是周线的图表，图表都在不断的往下走，也就是持有比特币会比持有以太坊要来得更有利润。上涨的时候，比特币会涨得比较多；下跌的时候，比特币会跌得比较少。那这个背景很有可能呢，在接下来就被改变。我认为这条趋势线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看到这条趋势线被突破了，那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以太坊的汇率呢，也就是以太坊强于比特币的强势程度呢，就会开始产生趋势的起点，并且往后呢一路向上，然后直到我们牛市结束。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认为这个起点呢，如果说以太坊 ETF 它真的顺利在6月底上市交易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趋势线是一定会被突破的。那等到这个趋势线被突破之后呢，我就会慢慢的把我的比特币现货去一点一点的换成以太坊。那如果你也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就是可以直接提币的。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27.36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这2个活动都是送现金的，在交易所的活动里面算是非常非常罕见，而且可以直接提走，所以很欢迎大家来参与。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比特币的现货 ETF 呢，它创下了历史。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贝莱德的，它只花了137天就达到了$200亿的规模，这个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因为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呢，比如说JEPI， 它是在比特币之前呢最快达成$200亿的 ETF， 你可以看到它花了985天，而比特币只花了137天。所以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这可以表示呢，比特币现货 ETF 非常受欢迎，它累积资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 ETF 的发行商他会这么积极的在继续推出以太坊的 ETF 的原因。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就是现在呢，最大的 ETF 发行商已经从灰度变成贝莱德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里程碑，怎么说呢？因为灰度啊，它所代表的是传统币圈的力量，传统币圈的资金，这个跟传统金融市场是没有交集的，就是跟华尔街啊、美股啊这些资金呢是没有交集的啊，就是跟美国的那些机构啊、华尔街等等，它是互不相关的，或者说相关性不大。但当贝莱德完全取代了灰度，我们就可以知道，传统金融市场已经完全的掌握币圈，完全的控制币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股跟比特币它的走势越来越接近，或者说它们两者的相关性呢非常非常的高。因为美股的资金、美股的庄家、美股的机构呢，其实现在就占据了比特币，或者我们再换句话说，就是比特币被融入了传统金融市场之后，它也会被传统金融市场的庄家、机构等等的来操纵，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其实传统的币圈呢，就比如说这些交易所，不管是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或者是说DeFi 的，或者是说这种质押的，还有灰度，这当然也是典型的代表之一，都会渐渐在机构的掌握之下呢，失去主导地位。那其实我们在 ETF 刚上市的时候，也就是在1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有谈到，当 ETF 通过之后，贝莱德超越灰度，它只是时间的问题，是一定会发生的。那现在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达成了，可见这个速度之快。那接下来呢，我相信如果灰度的手续费它一直不降下来的话，那么富达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之内，它也会超过灰度，甚至灰度它的持仓、它的市场份额呢就会渐渐的下降，然后下降到在市场上面很有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小，甚至到最后就会很不重要了。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它比较干净，它只留下了灰度还有贝莱德。你可以发现呢，黄金交叉就出现在我们昨天。那我相信这对于币圈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呢，已经完全的掌管币圈了。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